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今天是星期六啊。我们着重分析一下下周的一个行情啊。我们这里所分析的主要是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指数啊，因为这两个非常的重要啊。本期的视频稍微有点长，大家先关注我，然后后面便能找到我。我们今天所有的分析的方法啊，都使用的逆向思维和多空思维。那么我们有了这个思维之后呢，我们就更好的去分析我们这股票在哪里买，或者在哪里卖，或者在哪里做对冲。那么今天我们讲下周的主题是股市有风险，期权对冲降低风险。当然这里我说的是我们这个股票在上涨过程中，因为我们不知道哪天来风险，对吧？尤其是在当我们的持仓盈利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又想继续持有继续去赚钱，但是呢又怕市场又带来暴跌，给我们带来这个浮盈变成回吐。所以说这是我们很多操盘手是非常担心的，因为这里面还会伴随着人性的弱点也不是说散户的弱点因为散户他没有构建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交易系统，因此他们在交易的时候就容易发生贪婪和恐惧反复切换。到底我股票赚钱了之后，我卖还是不卖？那我今天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如果说你担心下周下跌，对吧？因为下周确实，待会儿我会给大家讲下周确实有很多不可预知的一些信息第一个这个大家可以用期权去做对冲如果说你担心下周怎么发生战争是吧？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你现在浮盈了1万美金，对吧？但是你又怕下周这1万美金又会回吐，那怎么办？你可以拿500美金去对冲你的这个股票所担心它的预防下跌的风险，那么这样你就确保了你这个资金就不会大幅度缩水因为我说下周主要的事件是在什么地方呢？主要的事件那么第一个呢是我们这个伊朗战争会不会打的问题。如果打，那股市必然是有风险，这个是不用怀疑的我们都知道，不管你是分析国债也好，还是分析这个美联储新主席上任之后，这个沃森刚上任之后，他是否会加息的问题最终的原点，最终所有的出发点，所有的根本原因是在原油上面。所以说原油是我们重点分析。那么原油我们要分析伊朗战争，因为伊朗战争下周能不能打，说实话目前我估计几乎所有人都没办法去确定，明白吧？所以说我们就不用去猜，但是我们就怕这种万一发生了战争之后我们怎么办？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预期，如果说这个事情这个伊朗战争这个矛盾在6月1号之前不解决的话确实会给股市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因为股市黄金它都属于是风险资产，明白吧？所以说我们在做的时候那你不妨去拿个很少的钱，盈利的5%或者2%也行，你去买这个大盘的这个put期权不要做卖家一定要做买家，因为你是担心它下周发生打仗的话，肯定是这个大盘会暴跌，这个毋庸置疑。至于跌在哪儿还得看这个战争如何去发展。所以说我们就核心就是原油。那我们这样，那第二个呢，我们可以买原油相关的股票，因为这个我在5月24号中午的时候就已经给大家提出来了，埃克森美孚这家公司也是没多大问题。第二个呢，你可以买 USO 的这种股票期权就是原油期权，但是注意这个原油期权这个隐含波动率拉得非常非常的高，所以说大家在买入的时候一定要谨记但是原油咱们也不能看得太多。那么现在我们现在进入主题，我们去探讨一下下周的这个纳斯达克指数100和标普应该怎么走，原油应该怎么走。那么这样我们分析完之后我们就大体就理解我们下周应该去怎么去操作大家一定要先关注我。
咱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价格图表，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纳斯达克100的这个图表。我们来看一下啊，我昨天中午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纳斯达克指数，包括标普也是一样的，我们不知道星期五或者下周这个29782这个位置到底能不能向上突破，这个位置非常重要。这个位置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防守线啊。如果说下周没有比较大的利空，那肯定是能上去啊。但怎么上去，我们现在不知道，到底还下来还要继续洗盘，把我们的散户朋友洗出去，还怎么样的，咱们都不知道，明白吧？所以说下周如果说下周有相对有一些未知的一些潜在利空的话啊，价格就会打到这个地方啊，价格打到这个地方，咱们股票可以再次入场。但是呢，这里面有个东西啊，千万一定不是打仗啊！如果是伊朗战争重新开打，那么价格可能还会回到这个29000的样子啊，28000多的样子，明白吧？如果说战争后面还不够确定，那我们要上升到2小时时间价格周期啊，2小时时间周期的话，那价格看能不能破这个位置，再破这个位置，明白吧？所以说现在是很多未知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行情一定是走一步看一步，我们不能说预测未来必须创新高。我们在预测价格的时候，既然我们是用一种量化的方法，对吧？那我们量化方法，我们要知道破这个点，它有很多突破的方法。那么常用的第一个叫做直接突破，那星期五它没有选择直接突破，选择突破之后又回落下来了。那第二个呢？那可能在这个地方会反复的震荡个2-3天，然后再往上攻，啊，这是一种。第三种呢，不往上攻啊，这个就是顶部，掉下来可能会跌一个3天到5天，甚至1周，都极有可能，明白吧？啊，因为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潜在利空是什么呢？潜在利空是这个 SpaceX 这家公司。6月12号会上市，它会抽走很多资金，但是这个资金的这个动向，目前我们没法预测，到底是从6月1号开始说逐渐撤退呢，还是下周开始撤退，咱们可不知道啊。它到底是这个创了新高之后撤退呢，还是下周就直接撤退，明白吧？所以说价格咱们都不可确定，我们任何一个买卖点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假如你在这个地方买进之后啊。假如你在星期五买进之后，我只是举个例子，因为我们不可能在这个买，因为这个买算最单的行情。我们在这个地方29500多，我们买进之后呢，那这个地方咱们随时的关注有3个方向，要不就向上突破，要不向下走，要不震荡行情，我们一定要做好思想准备。假如下跌要怎么弄？因为我们这边所有的方法哈，我们的大众。包括我们现在的基金公司方法，所有方法都有止损，啊和仓位管理，这2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大家在做单的时候啊，一定要谨记啊。下周咱们是不可确定的啊。当然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原油，WTI 原油是吧？然后 WTI 原油呢，咱们看一看，看看这个行情。那我们看007合约吧。从目前各种事件来看哈，这个原油目前的走势反正向下跌还是不够乐观的啊，060726062007，咱们看一下07合约主力合约。那么目前来看，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日线，它还是一个波段往上推进。只是说它价格会到达到115、119这些位置呢，就会被压制下来，啊，这个行情已经大概走到大概从开战4月1号到现在啊，不要说错了啊，应该从3月1号到现在为止啊，每逢突破100，或者说110左右，或者在120，看接近120、117的样子哈，价格都会被美国总统给打压下来。所以说，包括后面的上涨，我们一定要谨记啊。包括这下面，现在大家看到的价格是97块，
但我告诉你，后面突破105之后，他们也一样谨慎啊，一样谨慎，除非这个美国打伊朗的时间耗得比较长，那么这个呢，那可以涨上天，因为其他时候我们就真的是很难去预测行情，明白吧？包括原油这一波，其实说实话，大家在做原油的时候一定要谨记啊。现在呢，因为原油不管是做多还是做空啊，尤其是做多的主力啊，每次都被特朗普给收拾了。因此现在的原油的活跃度没那么高，所以因此我们更在乎我们的这个仓位管理啊。如果说你不接受它的这个杠杆太高，你接受不了，知道吧？你又买原油基金啊，你觉得原油基金波动太小，你又换期权。如果说你觉得下周波动非常大，那百万买期权，不用怀疑，明白吧？咱们所以说这对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原油的这个分析方法啊，所以说整体来下周目前还是很多不可确定，因为价格包括我们看看标普也是一样的啊，标普和纳指。纳斯达克指数走势一模，标普500也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它下周是否要寻求突破，咱们还真不知道。所以说我们在交易的时候啊，一定要逆散户思维啊。散户他这个地方要追单的，我们肯定要减仓，或者我们要做对冲啊。然后我等会儿跟大家讲一下，我上周五就是昨天我做这个对冲的这个股票。做这个 XOM， 大家对这个公司比较理解哈。那我今天再重复再讲一下，为什么这只股票咱们是可以买的啊？这只股票啊，因为我买的是期权，因为我是目的是对冲，关于下周打仗怎么办呢？是吧？下周打仗，那是不是我们这个做多的股票是不是要发生大的回撤呢？啊，我们的总资金规模会产生大的回撤，也是预防这个问题。第二个呢，为什么要买这个股票？它的整体的这个 IV 值很低，34%，不像 USO 的这个基金，原油基金，它的 IV 值往往都在100%以上，所以说我们有时候买的时候不是很划算，就这个原因。所以说我们买这个的话，它恰好因为它 IV 值只有34%，那相对原油上我们只花了一点点钱，是吧？我们就能买这个埃克森美孚的这样公司的这个期权。然后还是延续我们这个之前的这个分析方法，我们仍然说啊，散户进场是我们出场时候，散户出场也是我们进场的时候。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那目前来看，我们这波从日线的趋势有没有可能再继续向上？有，非常有可能，因为这一波的这个高点啊，我们看一下176这个位置啊，埃森克美孚这家公司最高在176，那么这波如果说上涨比较可观的话，能够上到一个170是问题不是太大啊，前提要有利好支撑啊，比如说下周这个有各种预期原油要上涨，那么它涨到171是能不能突破176，咱们暂时还看不那么远，因为我的期权买成160，买成160的行权价。这个下周到期的也有，6月这个中旬，6月18号到期的也有，我都是分开布局的。所以说在这布局过程中，你看我们就希望呢，因为在日线级别，包括在这波，我们都知道啊，散户有一个什么心态，大众有个什么心态？大众是嘛，这慢涨不会涨，人家突破之后他就会进场，是吧？我们看日线级别突破之后进场之后呢，你会发现，如果他突破之后没卖，是不是很艰难？是不是非常艰难？那么这个时候他是不是一分利润都没有了？那现在价格又回下来了，所以说也是我们一个进场的位置。那么在这追单的散户都已经出来了啊，甚至可能一分钱没赚也出来了，因为大家都希望它能连续上涨，结果呢突破之后涨2天，价格就掉下来了，对吧？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个单子，我们看小时线，因为从小时线我们看得非常清楚，这波我们看到这波在加速往上涨了之后呢，这波追单的这个大众全部出来了，全部赶出来了。他们一出场，他们止损出场之后他们这个心理扛不住压力啊，停损出来之后呢，然后我们再去进场，因此我们在这个地方去进场做多是没多大问题的。
你可以买160的一个行权价，也可以买162.5或者165都行，根据你自身承受的这个压力。比如说你买$500，你可以分批下周到期的期权和6月中下旬到期的期权，你都需要去布局。那么这样还预防你，主要是预防这个后面有这个极端的这个问题啊。注意到啊，这种期权啊，我们一定要拿少部分资金去做，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买很多科技股吗？也是怕这个科技股暴跌之后啊，给我们产生很大的影响啊。所以说，我们都希望在这个地方能够拿够$500啊。我就举个例子，$500待在哪儿？那么$500有可能给对冲带来一个$2500到$5000的一个收益。如果说股票往上涨呢，那就没事儿干，那就没事儿，知道吧？那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就这原因。如果说原油在地方震荡到你发现股票在涨，你会发现再加上这个事件，这个伊朗战争的这个事件也缓和之后啊，你会发现这个期权你还不一定亏钱，你可以$500，可能最终你发现你只亏了$100，那么你只有把它卖掉，你会发现你不仅对冲成功的，把你心里的这个贪婪和恐惧给一起解决了，对不对呀？所以说这个对冲是非常有好处。咱们对冲是对冲不可确定东西，当不可确定东西已经确定了，那我们对冲就不要了，明白吧？就这原因。你看我就给大家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你现在浮盈$100是吧？科技股浮盈不是说错了啊，我重新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的科技股浮盈了$10000，你是怕后面可能会回落个$2到$3000下来啊，导致你这个心理在持仓的时候不够稳，那这时候你拿过$500去对冲啊，去对冲这个埃克森美孚这家股票的上涨啊，那么它的上涨过程中，你担心回到$2000，但它反过来可能给你赚了2000到$5000之间，所以说你想这个是不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一个生意啊？就这个原因，咱们一定要拿一定的盈利去赌啊，去对冲啊，因为每个人在持仓的时候啊，他永远都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啥？对未来都是不可预测的啊，在持仓过程中会影响你睡觉。当有对冲之后啊，我告诉你，你就不怕了啊！我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啊，谢谢大家。